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18号星期日，还是周末。这边的盂兰盆节的连休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这边也恢复正常。我也没休，因为我这时间得跟着国内的公司走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今天轻松跑，聊聊昨天直播说，上次跟大家说聊在这边游泳，后来忘了。上次去这边游泳池游泳，距离我上次游泳已经差不多得有5年了，差不多5年了。如果算是正式游的话，还是挺有意思，有好多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的地方。一会儿咱们聊啊。其实原来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游泳的人，我特怕水，小时候特怕水，从有记忆，家里说给洗个头、洗个澡，哎呦就挣扎，一直就不太会游泳。那时候小时候有时候家里带着去游泳池自己摸索，能蛙泳游2下都不会换气。为什么开始游泳呢？2017年我说怎么着人生迎接一下新挑战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想说有朝一日能来个大铁，就是那200多公里的226公里，我说来个北京的铁人3项吧，那报名也不用抽签，报了个奥运半程，因为同样那个月要跑北马和芝加哥，那不会游泳啊。那时候你说奥运半程能有750米吗？能有，就蛙泳，而且换气特别的不对。我就想那干就得干专业的，我找了一个健身房，早上开门早，7点开门，有游泳池，每天早上7点去，先练蛙泳，让蛙泳能做到就是就正常一点那种，就一下换一次气那种。慢慢行了，我当时的目标是说至少蛙泳能游1000米，因为那时候听人说在泳池里游1000米才能差不多保证去公开水域游个750米。游了1个多月差不多了，然后后来就自己自学自由泳，没想到学了1个来月学会了。当然就有好多小伙伴说游泳锻炼身体啊挺好的。昨天直播的小伙伴说跑步跟游泳结合起来特别好，跑步练腿，游泳练胳膊，练上半身。来逗，这您说的都没错，但是啊，我先说结论，就是我这么游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说我怎么游。我这么游这1年对我的跑步成绩几乎没有影响，然后对我的身材也几乎没有影响。也可能是我游的太少了，但是我觉得不少了呀。那时候刚学会一点点自由泳的时候，根本就游不远，10米就喘不上气来了，因为找不到那种就一下是一下的感觉，就跟刚开始跑步似的。后来有一次突然感觉就开窍了那种，就能游得长了，因为毕竟咱那时候马拉松能跑4个小时了，觉得自己可厉害了。然后就有那时候怎么练呢？每天啊，几乎不休息，每天早晨7点准时出现在游泳池，游1000米，至少是1000米。到后来比赛之前那段时间，都直接就游1500甚至2000。我最远一次一口气自由泳游过3000，25米的池，就几乎就是每天。然后游完泳以后回
回家吃饭，吃完饭8点半差不多，然后跑步去单位5公里，跑到单位9点半上班。那时候就每天几乎都是这样。跑步不是天天跑，但是游泳是每天都有。就这么着，从3月份游到北马，然后北马跑了4小时02，因为北马之前那周是铁人3项，之后的2周是芝加哥，所以北马没有太全力以赴。但是芝加哥我全力以赴了呀，芝加哥全力以赴跑了3小时54，这整整1年没什么进步。这不是给大家泼凉水说游泳没用啊，游泳有用，肯定对身体好，绝对对身体好。但是你要想说我游泳就能让马拉松变快，除非您还处在说体力很差的情况下，那这时候游泳呢确实可能能让您心肺能力变强。但是到我当时那程度，就是马拉松4小时的水平，那时候我自由泳找到感觉以后，游最多那次3000米游下来平均心率不到140。那时候是用佳明那个游泳的心率带，蓝色那个，可能好多小伙伴都不知道，那个好像国内都官方都不卖。这是2017年的事儿。然后第2次游泳就是到新加坡之后了，新加坡有那种社区的活动中心可以游泳，好像还挺便宜的，好像是1新币还是2新币我忘了，就刷公交卡就能进，能换衣服能洗澡。我还能找着视频呢，你们看我游挺菜的，因为那时候已经2年没下水了。然后就是上2周在这边，我在迪卡侬买了一套游泳的东西，就兴致勃勃就去了，也是社区的游泳馆，就是半公益性质的那种吧，或者就是政府干的那种公益性质的。我觉得是啊，也可能我说的不对。700日元一次，就跟大家去买那个自动贩卖机，或者有的拉面店门口那种机器自己买票，然后进700日元一次，然后差不多就是30块钱多一点，34块钱，不限时间应该是。然后也是洗澡存包，存包那个柜子呢是要投币的，100日元，投完币你才能拧钥匙，然后等你再开锁的时候，那100日元就掉出来了，所以你得有一个钢镚儿。这都挺好的。然后门口那个看门的小伙，我跟他说我第一次来，他问我有没有项链，有没有纹身，我说都没有。因为纹身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，在日本泡温泉呀、公共的浴室啊、桑拿呀、泳池啊，有的是坚决不让，有的是你遮起来可以。然后就遇到了比较奇怪的一件事儿，就我之前从来没想过，我也没查过，就没有想到过。就是我一进去，救生人员一看见我，然后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说是。他说你得登记手表，我说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就是因为我从没想过说我带运动手表去跑步，然后去游泳，抱歉是有问题的。他说你要登记填表什么的，后来我才明白是手表。我说那填吧，然后给了我一个表，就是姓名、生日和住址，连电话都不用填，也没有签名，就结束了。然后就进泳池游泳。我进去游的时候，我就观察周围的人，好像是一个戴表都没有，就所有饰品都没有。
表啊、项链什么的都没有。不管是普通生活的防水手表，还是专门来训练、来锻炼用的记录的手表都没有。哦，好奇怪呀！那天戴的是高驰的佩斯3和心率臂带，配合的非常好，就是不用带心率臂带就挺好，就直接用佩斯3，因为我发现我做甬道游泳模式的时候，手表不连接那个臂带，不知道我没仔细读过说明书。但是手表的心率记得非常准，像以前好像那时候我用佳明，就2017年的时候必须得带心率带，而且蓝牙的不行，因为蓝牙被水干扰特别厉害。然后就游呗，跟新加坡的逻辑一样，它分娱乐的甬道，然后差不多能游的差不多的甬道和游的特别好的甬道，还有儿童甬道。我就在游的差不多的甬道里，因为好多年没下水了，特害怕，不知道还会不会。特快那就是高级甬道没敢下，然后也没有深水证什么的，而且中间我没停，但是我看那池子不深，应该是不会没过头那种，也是25米。然后规则和新加坡一样，就是一定要逆时针游。然后我这道还有一位先生一起，然后他也自由泳，我也自由泳，所以从来就没碰到过，也还好。有水线，池底下有那个画的那个黑线和快到尽头的标志。然后我感叹这技术的进步，从2017年到现在。2017年游泳的时候特别焦虑，就跟那时候我老说，跑步跑到高楼底下、立交桥底下，或者我特别知道这地儿信号不好的地方，老怕手表提前报下1公里，就是飘了。游泳那时候也是，泳池游泳手表靠什么呢？其实应该就靠陀螺仪判断你转身了，这一趟就完了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对面来一人，咣一下怼上了，就给你多记了25米。有的时候呢，就是莫名其妙的给你记了25米。还有那时候用的是佳明的935，2017年，它能识别泳姿。我不知道是我太不标准了还是怎么着，它从来没有识别我是自由泳，永远识别的我是蛙泳。但是我觉得这俩动作应该差距挺大的呀。但是后来一想，其实都是人觉得有差距，因为他戴在一只手上，他俩手都有设备，他肯定不能把这种动作变成蛙泳，对吧？而且不重要。但是这现在的科技水平真的是，那个我还在一次停的时候整理了一下心率带，因为胳膊那心率带带的有点松，在水里它掉了，完全都没事儿，记得特别准。游了1000米，1000米25米池就是40个来回，这20个来回就40次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运动手表下水游泳应该是很 OK 了，我猜佳明也没问题了。那个年代确实受制于技术，我还没有用 Apple Watch 做过室内游泳，回头试一试。那天就开了一个表，后来我就查了一下这个不让戴手表这是怎么回事，我看了看，这不是个例，就几乎日本的泳池都是，有的泳池就是完全不能戴。像我这个去能登记戴还不错，我看东京有的这种市民泳池都是完全禁止，这我是真的没想到。后来我查了查原因，我以为说有什么怕你偷拍呀什么的，后来说好像他们说主要的原因是，第一，防止你说手表坏了进水了，你告这个泳池说他的有责任，但这种能解决。我看之前我搜资料，东京有一个市民游泳馆说你可以戴手表，但是你必须佩戴专门那种防水的东西。我一看那东西还挺有意思，我贴出来给大家看看。然后呢，有的说是怕你手表撞坏撞碎玻璃，
掉在池子底下弄伤别人。而且这一池子水也不好清理，我这干嘛呢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就怕你说也是，你说这手表要碎了，表盘的玻璃掉池子底下，真是清理不干净。那不能把水都放了，或者就是比如你表带折了掉底下了，自己捞不上来。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，就包括说，现在手表都防水了也不行。还有这边其实规则挺多的，然后骑车不允许戴耳机，说怕你听不见出危险。即使现在耳机都有通透模式了也不行，即使是骨传导也不行。但是平心而论，在大阪好像管的人不多。所以大家要是来日本玩，说要泡温泉，尤其是比如你上那种北海道、星野那种大度假村，有泳池、有室内冲浪的，不知道他们允不允许戴表？那可能面向游客的会好一些吧。我去这都是市民健身中心，人家已经这么多年一直这规则，大家都习惯了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运动不记录等于没运动，是不是？开玩笑啊！没了，就是游泳有意思的事儿在这边，这算是什么 culture shock 对吧？文化冲击。然后，但是你也知道了新鲜的东西。老爷今天拿了一手杖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碰到一位观众，我一会儿回过头来找他。这游泳，我觉得就是如果您受伤了，跑不了步，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，前提是您会游啊。您要是在池子里泡着不行，维持心肺能力。不会游可以考虑骑车。之前我说那个 Benny's Running 那位，就是受伤以后就靠游泳。但是如果您像我一样，现在还在追逐一个比较极限的马拉松成绩，那游泳确实挺占时间，不如拿这时间做力量训练和多跑步，好吗？那我掉头去找那位观众，咱们训练后再见了啊！8月18号星期日清晨7点34训练结束。今天训练结束的晚了，今天和那个观众聊得挺开心，然后结束的时候在一起聊了会儿天，我才接着跑。今天跑了25.5公里。今天出来的时候计划就是跑长一点，看看，因为这一个夏天太热了，我的长距离最多就是25公里。但是今天本来觉得应该挺凉快，还是不行。你看我这汗，带了个水搁在大半程来回喝，感觉比喝水管那水方便一些。水管那水有的时候特热，最近就是前两天下了2天雨以后又晒起来了。跑了25.5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3，平均心率139，是凉下来了哈，没有夏天那么的艰苦了。加油吧，加油，抓住夏训的后半段。那天小伙伴提醒我来看，现在已经是3伏了，小伙伴们，现在训练的小伙伴就可以是说自己至少夏练3伏了。如果冬练39，那你已经超越了好多人了。虽然我们努力训练不是为了超越别人，但是起码是超越了之前不训练的您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这么鼓励我自己。行吧，跟大家讲讲游泳的有意思的事儿，但是弄得我有点就跟社交恐惧似的，你下次再去还得填表。后来我就不怎么去了，回头看看怎么弄吧。看这边阳光晒过来，那最后还是对着太阳，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